五代机敞篷飞，这怕是伏特加喝多了吧？还真不是啊，这架苏57只不过呢正在进行所谓的驾驶舱宜居性试验而已，基本上就是在测试如果座舱盖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真的失效了，飞行员是否能够继续控制飞机，以及测试紧急逃生功能等等。不过这的确是一次相当罕见的测试啊，并且可能是战斗机飞行员为数不多的几次故意不带座舱盖飞行的测试之一了。要我说啊，俄罗斯的飞行员就是玩的野啊，而这次呢，他们玩到我们家里面来了。珠海航展上面的苏57多么难得啊！你不得去看看吗？看之前你不得好好的了解一番吗？那必须得跟我来了解了。大家好，我是火箭叔，今天这个视频就让你一口气全面了解苏57，它是如何研发的，它的性能特点怎么样？同样是五代机，它跟 F-22和 F-35比起来优劣何在？视频较长，建议先点赞收藏，慢慢观看。苏57的研发历史萌芽于1980年代，随着冷战高峰期的到来呢，美国启动了先进战斗机及 ATF 计划，旨在研发后来得名 F-22猛禽的第5代隐形战斗机。于是啊，苏联也马上就跟进起来了啊，启动了自己的五代机研究。苏联空军希望拥有一款具备隐形、高机动性和超音速巡航能力的新型战机，以对抗美国的空中优势。这一计划被称之为多功能前线战斗机 MFI。苏联最初在米格设计局和苏霍伊设计局之间展开了竞争，米格推出了1.44项目，而苏霍伊则展示了前掠翼设计的 S-32，后来改名为苏47。尽管苏47的前掠翼设计展示了其强大的机动性，但这一设计并未在战斗中广泛应用啊。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 ，MFI 项目也随之就终结了。米格1.44未能够进入到量产，苏47也未被定型为量产机型。尽管苏联解体导致大量军事项目搁浅，但俄罗斯军方对第5代战斗机的需求依然迫切。2011年，俄罗斯国防部重启了新一代战斗机的研发计划，称为未来前线航空系统 PAKFA。这次竞争当中，米格和苏霍伊再次角逐，米格的方案更经济适用，而苏霍伊的方案则更为先进。最终啊，苏霍伊凭借在苏27系列上面的成功经验，赢得了这一机会。2004年，苏霍伊完成了 T50的概念设计。T50与美国 F-22很类似，采用双发动机隐形外形设计，同时还保留了苏联、俄罗斯战机的高机动特性。2007年 ，PAKFA 项目获得正式资金的支持，设计进一步的完善。T50的首架原型机在2009年制造完成，并于1年之后完成了首飞，它就是后来的苏57。然而，这款战斗机在首飞之后却面临许多技术和资金的难题，比如发动机的推力和稳定性问题，新型雷达和航电系统的适配性都成为亟待解决的瓶颈。尽管如此啊 ，T50的亮相在俄罗斯国内外呢都引起了轰动。这款战斗机以其独特的外形设计和高机动性，展示了与美国 F-22和 F-35不同的设计思路。T50的外形虽然不如 F-22那般极致的隐形啊，但其机动性和灵活性为其在空战中增添了优势。俄罗斯方面期望 T50能够成为一款既能够空中格斗，又能够执行对地打击任务的多功能战机。但紧随其后的却是研发费用的严重缩减，因为西方的经济制裁开始了，尤其是部分关键零部件和材料的进口被限制，使得原计划的量产时间不得不推迟啊。此外，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地缘政治紧张也使得俄罗斯国内优先考虑经济和能源领域的支出，进一步就缩减了 T50的生产资金。与此同时啊，俄罗斯的合作伙伴印度也对 T50的研发进度表示不满。2007年，印度曾与俄罗斯签署合作协议，希望通过资金支持来获得 T50的双座版本，但由于项目进展缓慢，技术标准未能够达到预期，印度在2018年就正式退出了合作，进一步加剧了 T50的资金困境。尽管遭遇到了种种的困境啊，苏霍伊设计局依然在技术上不断的突破。2017年 T50正式被命名为苏57，并获得俄罗斯空军的初步量产订单。这一年，俄罗斯国防部下达了首批76架苏57的订单，计划在2028年前完成交付。于是苏57就成为继苏27系列之后俄罗斯空军的重要空中力量。2020年苏57正式服役，俄罗斯空军接受了首架生产型号。然而，苏57的量产进度依然缓慢，至今仅有少量服役，其未来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啊！既面临资金和生产的问题，也存在技术升级的需求啊！虽然俄罗斯继续致力于改进其航电系统、隐形材料和发动机，但西方制裁和国内经济压力可能限制了其大规模生产的可能性。此外，美中5代战机的竞争也让苏57的技术优势面临挑战。那好，苏57究竟有哪些技术特点呢？下面我们就展开来详述啊！我们先来看隐形设计。
从整体外观来看，苏57的外形设计基于低雷达反射和卓越气动性能的双重需求，其机身整体呈现锐角与流线型相结合，类似 F-22的外形，减少了敌方雷达波的反射面积，尤其是其前部机身的设计，通过削弱了雷达波的散射呢，进一步优化了飞机的隐形能力。苏57的前翼和后翼都有较小的外倾角，以降低飞机正面雷达反射的强度，并在减少飞行阻力的同时提升其飞行效率。苏57的进气道设计是其隐形性能的另外一个关键所在了啊。与传统战机不同啊，苏57采用了前置进气道的设计，这不仅能够有效减少雷达波的反射，还大幅提升了发动机进气效率。而进气道的外形同样考虑到了隐形的需求，其特有的扁平化设计避免了高反射区域的形成。飞机的复合材料技术，尤其是雷达吸波涂层 RAM， 大大降低了飞机被雷达探测到的几率啊。这些先进材料的使用虽然没有像 F-22那样达到不可见的程度，但在对抗现代雷达时依然是具有强大的优势的。苏57的尾部没有传统的单垂尾设计，而是采用了双垂尾的结构。这种设计既能够减少雷达反射，又能够为飞机提供极好的操纵性。在高机动状态之下呢，双垂尾设计可以有效减少尾部的反射信号，使飞机更难以被敌方雷达给捕捉到。同时，双垂尾的设计比传统垂尾更加的灵活，就使得苏57在空中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操纵性。接着咱们再来看苏57的机动性啊，与许多传统的4代战机不同，苏57不仅在机动性上做出了全面的突破，而且在超机动性方面远远超出了许多战斗机的能力。苏57配备了 AL-4F1 矢量推力发动机，赋予它强大的机动性能。通过调整发动机喷口的方向，苏57能够在飞行中进行前所未有的高难度机动啊，例如苏57能够在短时间之内进行急剧转向或者是高角度爬升，在近距离空战中有效摆脱敌机的锁定或反击。推力矢量控制 TVC 系统使得苏57能够在任何飞行状态下保持极高的灵活性，特别是在与敌方战机的近距离对抗中，能够迅速改变飞行姿态，迅速从被动转为主动啊。这样它在面对敌方先进战斗机，尤其是进行空战格斗时具有极大的优势。通过结合矢量推力发动机与飞控系统的智能化调节啊，苏57不仅能够执行常规机动，如快速俯冲和爬升，还能够进行超越常规飞行机动的超机动动作。这些机动包括反向飞行啊、极限机动等等，均展示了苏57在复杂战场环境当中的生存能力。F-22和 F-35尽管具有优异的机动性，但苏57在超机动性上的突破，使得其在空战中可更快速地实现空中优势。除了矢量推力系统以外呢，苏57还配备了高度智能化的自适应飞控系统。该系统能够根据飞机的速度、气流状态和飞行姿态，自动调整舵面的角度，从而确保飞机在执行复杂机动时保持高度的稳定性和操控性。这个系统啊，大大增强了飞行员的操作灵活性，使得苏57能够迅速适应各种飞行环境，特别是在高速机动和高温高压的飞行条件之下，系统能够优化飞机的机动表现，避免发生失速等危险。另外啊，苏57还具备超音速巡航的能力，意味着它能够在不依赖加力燃烧时的情况下，以超过音速的速度长时间飞行。这些优势让苏57能够在敌方防空系统的射程之外快速穿越战区，完成任务中呢再迅速的脱离，极大的提高了其作战半径和任务灵活性。而 F-22的超音速巡航能力虽然不弱，但苏57的发动机技术使其在持续高速飞行和燃油效率方面略有优势，进一步就提升了作战的效率。咱们在这儿就可以稍微总结一下啊，苏57的设计并非仅仅依靠隐形或者是机动性当中的其中的某一项，而是将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强大的综合作战能力。在隐形设计上呢，苏57通过锐角的外形、进气道的设计、雷达吸波材料等多方面的努力，提升了自身的隐身性。而在机动性方面，苏57通过矢量推力发动机和智能化的飞控系统，实现了比许多战斗机更加极限的机动，尤其是在空中格斗当中，极限机动和超机动性使其具有难以匹敌的优势。不过俗话说得好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咱单独看苏57好像天下无敌了，那横向看看呢，又会如何啊？我们有请 F-22和 F-35啊，看看这3位选手在隐身性能、机动性和超音速巡航能力、多任务能力，还有成本与生产效率方面都有哪些优劣啊？苏57、F-22和 F-35都在设计上尽力减少雷达反射面积及 RCS， 但采用的技术路径有所不同啊。F-22和 F-35的隐形性能被认为是目前战斗机当中最顶尖的水平，尤其是 F-22，其 RCS 极小，据称仅为 0.0001平方米，几乎难以被现代雷达探测到。相比之下，苏57的 RCS 在正面设计上进行了优化，但总体上并不及美国的隐形战斗机，达到0.1到1平方米。苏57的隐形设计更关注前方和机身的侧面，对
于后方的隐形效果呢就略显不足了。F-22和 F-35采用了大量的锡箔材料涂层技术来进一步降低其 RCS， 但这也带来了高昂的维护成本。苏57虽然在某些部位使用了雷达锡箔涂层，但总体成本控制相对合理，其生产和维护难度低于 F-22和 F-35。然而，这种设计就使得苏57在面对高端雷达系统时隐形性能较弱，因此俄罗斯更注重战机的多功能性和高机动性来弥补隐形上面的不足啊。F-22和 F-35采用了隐藏式的进气道设计，使发动机前端的叶片不易被探测到。然而苏57的进气道和发动机叶片呢则部分暴露啊，这增加了其 RCS， 降低了隐形的效果。这一设计导致苏57在面对现代雷达系统时不如 F-22和 F-35隐形，但俄方认为在大多数对抗中已经足够隐形了。接着来看机动性与超音速巡航能力方面的对比啊，苏57的设计继承了苏联和俄罗斯战斗机高机动性的传统啊，矢量推力发动机赋予其超机动性能，使其在面对 F-22和 F-35时具备独特的优势。苏57配备的矢量推力发动机能够在空中进行极限机动 ，F-22同样具有矢量推力，但仅限于垂直方向，而苏57的发动机喷口在多方向上具备矢量调节能力，因此在近距离格斗中更为灵活，这就使得苏57在执行如眼镜蛇机动等高难度动作时，会比 F-22和 F-35更为流畅，特别是在空中格斗中更具操作空间。不过在超音速巡航能力方面 ，F-22的优势就比较明显了，它可以在不开加力的情况下，以超过音速的速度长时间的飞行，这对于快速进入或者脱离战场非常有利。虽然苏57也宣称其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但由于目前所用的 AL-41F1 发动机并非其原设计的最重发动机，实际性能尚未达到预期。在未来换装 Saturn 30发动机之后呢，苏57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其超音速巡航的能力。在推重比方面苏57更具有优势，这就使其在执行复杂机动时表现优异啦。相比之下 ，F-35在机动性方面的表现较弱，主要定位于多用途战斗机，偏向对地打击和电子战，机动性逊色于 F-22和苏57。然而 F-35的设计更侧重网络化作战和信息优势，这就不得不提到各架战斗机的多任务能力了。苏57、F-22和 F-35在任务设计上各有侧重啊。简单来说，苏57在空对空与空对地打击中寻求平衡，而 F-22偏向于空中优势 ，F-35则更注重多功能任务。F-22是专门为空中优势设计的，搭载了先进的传感器和雷达系统，具备极强的隐形性能和探测能力。苏57在机动性上虽然略胜一筹，但在空战中缺乏 F-22那样强大的隐形性能和远程打击武器的兼容性。F-35以多功能战机为定位，具备极强的对地打击和电子战能力，而苏57则更加注重空对空与空对地的平衡。苏57的武器挂载系统包括6个内置挂载点和6个外部的挂载点，使其能够在隐形和挂载量之间灵活调整。苏57配备了先进的 BioCar 相控阵雷达系统，能够同时跟踪多个目标并实现超视距的打击。与 F-35相比苏57的航电系统略显不足，特别是在电子战和传感器融合方面。然而，苏57还配备了侧面雷达阵列，使其在侧翼攻击中具有一定的优势，能够有效探测和锁定多个方向的目标。就生产和维护来说，F-22的单价和维护成本高昂 ，F-35的生产成本相对较低，且规模化生产已经实现。相比之下呢，苏57在生产成本上略低于 F-22，与 F-35相近。维护上 ，F-22和 F-35的隐形材料和电子系统维护相当复杂，尤其是 F-22的小时飞行成本几乎是传统战机的2倍。苏57在设计上考虑了较低的维护需求，意图在成本与性能之间达到平衡。虽然它的隐身性能不如 F-22但其总体维护成本相对较低，更符合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进行长期部署。好，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综合来看苏57在机动性和多功能任务能力上表现出色，尤其是在高机动的近距离空战中具备明显优势，但在隐形性能、航电系统及传感器融合上与 F-22和 F-35存在一定的差距，是一款典型的结合了俄式设计理念与实用性的综合型战机，展现了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现高效作战的思路。这一口气吸的怎么样？仔细看完的话，相信你已经是苏57的懂王了。但读懂懂不如重懂懂赶紧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身边的朋友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更多精彩内容随后就到。有什么办法能让飞机不用加油就飞遍全球？办法很简单给它装上核反应堆不就可以了吗？既然航母和潜艇上都能装，为什么飞机上就不能装呢？对可以嘛。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有关核动力飞机的话题。
不知道你听了它之后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呀？总之，我想到的前几个问题是：这核反应堆能缩小到塞进飞机的机身里面吗？如果可以的话，那它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为飞机提供动力呢？然后，或许是最关键的一点啊，辐射会有多大？好，那我们就带着这几个问题一起往下看吧。实际上，早在2战刚刚结束，人类才刚刚真切地感受到原子当中蕴藏着的无限力量之后没多久呢，对于原子能的渴望就已经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要用核电站来点亮城市的夜晚，要用核动力汽车载着老婆孩子去兜风，要用核动力火车装着梦想去远方。当然，这些都还只是民用，谈起来风花雪月，做起来呢步履蹒跚。但军用可就不一样了，效率那可就高多了。当时的美国和苏联都有各自的核动力研发计划，并且呢都渴望着同一样东西，能够不停下来加油就直接飞到对方上空的轰炸机。所以把核反应堆装飞机上这事儿，人类早就已经干过了，并且因此诞生了2架轰炸机和2台核动力引擎，分别是美国的康威尔 NB36H 和苏联的图95 LAL， 以及装在它们上面的 HTRE3 和 NK14 发动机。我们稍后再分别来介绍它们。现在先让我们一起看看这装在飞机上的核反应堆究竟是怎么给引擎提供动力的。其实，只要把这两者的工作原理拿出来一看就明白了。先说核反应堆，它通过核裂变来产生热量，所以能够提供出持续而大量的热。核电站的做法呢，就是拿这部分的热去烧水，让产生的高温蒸汽去带动发电机旋转，进而发出电的。那么在飞机的引擎里面，核反应堆也是这么先烧水发电，然后再给电风扇供电，让它转起来的吗？这个我们就要结合飞机的引擎是如何工作的来看看了。很巧，就在前2期呢，我们还仔细的讨论过。如果在座还没有看过的话，大家可以一会儿去补下课哦。飞机的涡轮发动机核心呢，其实就是要把从前方吸进来，并通过压缩机压缩之后的空气在燃烧室里面加热，使之从后面喷出，带动涡轮旋转的。传统的方式是要往燃烧室里面喷油，然后点燃这部分混合气体，使之上升到工作温度。你想想看，要是核反应堆参与进来，会接管哪个步骤呢？自然就是燃烧加热的那个步骤了，让从压缩机过来的空气以某种方式跟发热的核反应堆接触，不就完成了把它变成高温高压的炽热气体的目的了吗？哪还用得着烧水发电呢？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其实是很容易就能把原来的常规喷气式引擎改造成核动力喷气式引擎的，只需要保留前后隔开中间，插进去一个核反应堆的模块就可以了。并且呢，如果还是采用直接空气循环方式的话，就更简单了。什么是直接空气循环？就是指从压缩机进来的高压空气被直接接通到核反应堆的堆芯当中，一方面为堆芯降温，另一方面也可以很直接的从这些燃料棒身上获取热量，从而达到原先由燃烧室来对空气加热的效果。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啊，因为没有中间过程嘛，所以热效率很高，但缺点也很明显。这些跟燃料棒直接接触的空气在之后是会从引擎的尾部喷射出来的，这也就意味着啊，核辐射会随之大量的散布在大气当中，完全无法接受啊！所以与之相对，就有了一个叫做非直接空气循环的结构。在这样一个结构当中啊，通过压缩机的空气不会直接接触到反应堆的堆芯，而是会与某种中间介质来做热交换。这些中间介质呢，通常是在密闭环境下不断循环于堆芯和外界的水或者是水银，它们将反应堆的热量带走，帮它降温，也将这些热量带给压缩空气，帮它加热。由于是在密闭环境下循环的，所以好处自然是大大降低了核辐射，但与此同时呢，也降低了热效率。1950和1960年代，美国和苏联据此思路都分别开发出了各自的核动力轰炸机。美国方面，通用提供了一台由接4气喷气式发动机改装而来的直接空气循环式核动力引擎 HTRE-3， 被装在了一架也是改装的康维尔 B36 上，起名 NB36H。为什么选这架来改呢？因为美军翻遍了自己的军火库啊，发现只有这么一架是能够拖着 HTRE-3 起飞的。你就可以想象这玩意儿有多重了吧？它的裸重就有45吨，还没有算上一个由不锈钢和水箱组成的全包式屏蔽外壳。在起飞前呢，它会从防护森严的地库中直接吊装到 NB36 的炸弹舱里面。为了减少反应堆对机组成员和机载电子设备的辐射，机舱当中还应该要再加上厚厚的铅板才行啊。但是很明显啊，要是飞机真的把铅板带够啊，它自己也哪儿都别想去了，所以只能是在反应堆和成员之间装一个厚13厘米、重5吨的铅板。
在成员舱那边呢，用11吨重的铅和橡胶混合屏蔽层保护起来，座舱玻璃也是厚达30厘米的含铅玻璃。1955年9月17日，这架打开了核反应堆的 NB36首次飞上了天空，紧随其后的是一架全副武装的 B50，一方面是监控和记录从前方飞机中释放出来的废弃的核辐射剂量，另一方面呢是预防万一遇到坠机可以快速的封锁现场。这样的实验飞行进行了46次。那这台 HTR-13核发动机的表现过关吗？实际上，在这47次的飞行当中，没有一次是由它来给飞机提供动力的。按照军方的说法，他们只是在测试核发动机的屏蔽效果而已，看起来相当的谨慎。不过也亏好是他们相当的谨慎啊，因为没过多久呢，这台发动机是真的由于温度传感器的故障发生了一次堆芯熔毁的事故，太可怕了。美国政府一下子就清醒了过来，想想还是不要去承担这种没有太大必要的风险吧。于是肯尼迪总统最终在自己的任期仅剩1个月的时候，终止了空中核推进的计划。再看苏联那一边啊，美国有了，苏联敢没有吗？于是同样也是在自家的发动机上改造，在自家的飞机上改造，黑科技的核动力飞机图95 LAL 便诞生了。装着核反应堆的也是炸弹舱，它是将一架图95 M 靠近机身的2台 NK12 涡桨发动机换成了专门设计的 NK14 核动力涡桨发动机改造而成的，前后也一共试飞了34次，大部分的时间呢，核反应堆是关闭的，开启的次数呢寥寥无几。但就是这么几次试验，充分验证了核动力飞机的可行性。据初步估算啊，图95 LAL 一次性能够绕地球赤道飞行80圈不停歇，前提是飞行员还没有死。被辐射死，跟美国的 NB36H 一样，尽管在驾驶舱裹满了厚厚的铅板，但辐射剂量依然是相当的致命，所以最后苏联政府也不得不认怂，跟美国一样叫停了核动力飞机的项目。好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咱们再来看看核动力飞机有可能伴随着可控核聚变一起再度变成现实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咱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把飞机发动机装汽车上极其罕见，那么反过来把汽车发动机装飞机上也很罕见吗？一点都不罕见。实际上，人类飞上天空的第一架动力飞机里面装的就是一台汽车发动机。不过，既然之前都没有发明飞机，那显然莱特兄弟也没有现成的飞机发动机拿来用嘛。只是直到今天啊，汽车发动机还在兢兢业业地驱动着一些飞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它。虽然装着螺旋桨的飞机已经不再是当今天空中的主角了，但偶尔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它们的身影。从小巧的单发塞斯纳400到可以载客数十人的双发庞巴迪大西8，再到跟阿汤哥一起搭戏的4发空客 A400M， 都无一例外装着的是螺旋桨。不过别看它们露在外面的是看上去差不多的螺旋桨，但实际藏在里面的心脏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那么一部分用的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汽车里面的发动机。当然它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名字，活塞式发动机。而另一些藏在螺旋桨背后的呢，则是相对更加现代的涡轮式发动机。它们两者有何区别？为什么会同时存在？哪一个更高级呢？就让我们先从它们不同的工作方式来讲起吧。活塞式发动机又可以叫做往复式发动机，为什么呢？因为它靠把活塞的往复运动转变为旋转运动来为螺旋桨提供动力的。它的工作方式跟汽车发动机的工作方式真的几乎就一模一样，也是依次排开几个气缸，在这些气缸当中，燃料和空气被混合、被压缩、被点燃，然后爆炸膨胀的气体推动活塞往里面运动，活塞又连着曲轴，于是曲轴就在活塞这样里里外外的往复运动下旋转了起来，最后把旋转的运动就传递到了连接着它的螺旋桨了。你看，连冲程都是一样的，也是4个：吸气、压缩、点火和排气。汽车跟它最大的区别大概就是这一通操作之后连着的是轮子而已。不对，还有区别，气缸的排列方式。相对于汽车发动机里面大多比较无聊的排成一列外，在飞机上气缸显得是有点放飞自我了。比如围成1圈，甚至2圈，1前1后交错开来，一共排下14个缸。所以 V8 算什么？看看人家这个圈14才够厉害啊！当然，我猜大家应该都能够叫出它的名字啊，新型发动机。但是你知道吗？更奇葩的其实是它的上一代，虽然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排列，但名字却叫做旋转式发动机。为什么叫做旋转式呢？这段视频可以很好的解释这一切。
没错，它的气缸是跟着螺旋桨一起同步旋转的，恨不得把自己甩出去似的。所以由于越大的质量在旋转起来之后都会产生越大的离心力，为了不让自己分崩离析，旋转式发动机势必不能做得太大，也就势必不能提供足够的动力，没有成为主流被我们熟悉，也是很自然的了。当然，活塞式发动机也不光是有这样围成一圈的模样，也有排成一列的，比如著名的 P51野马头上装着的并列12缸 V 型梅林发动机了。只不过由于接不住迎面吹过来的风，它需要另外的水冷来降温，体积和重量上会比新型更大。但你应该也已经看出来了，这样它就不需要长出一个大头，会显得更加的流线一些。至于从审美角度来看嘛，你们发表一下意见呗。好了，以上大概就是活塞式发动机的介绍了。接着我们再来看看涡轮式发动机。其实在这儿呢，把它说全一点，应该叫做涡轮螺旋桨发动机，简称涡桨发动机。它的工作原理又跟我们也非常熟悉的喷气式客机的发动机非常类似了，因为那个叫做涡轮风扇发动机。看明白了没？就是把喷气式客机发动机前面的大风扇换成螺旋桨就可以了。我们依然来看看它的工作方式。跟之前的4冲程活塞循环相似涡轮发动机产生推力的过程也可以分成4个阶段：进气、压缩、燃烧和喷气。而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发生在发动机的不同部分的。首先，空气从发动机前面吸入，然后它们会通过一系列的压缩机叶片，最终形成压缩空气，被送进燃烧室。在这里，它们会跟喷出的燃料混合后点燃，形成快速膨胀的高温气体，从发动机尾部猛烈地喷出，并于此过程中被迫推动后面的涡轮叶片，连着涡轮叶片的轴于是旋转了起来，并把这样的旋转往前传递，送给了压缩机，让这个吸气、压缩、燃烧、喷气的过程完美的循环了起来，也送给了螺旋桨，让螺旋桨旋转起来，推动飞机飞上了高空。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目的只是让螺旋桨旋转起来，那么为什么有的飞机装的是活塞式发动机，而有的飞机装的却是涡轮式发动机呢？让我们分成几个方面来说：可靠性、经济性和适用性。先来说可靠性，这个涡轮式发动机简直占尽了优势。一是因为它的结构简单，但却设计精良，并且使用的材料也是最顶级的；二是它的运动方式也够简单纯粹，基本上就是在以恒定的速度旋转而已，零件与零件之间的活动连接也比较少，所以摩擦力和震动都比较小，这就使得它的工作稳定性和使用寿命更长，大修间隔期更长，非常适合一直都在飞的民用航空。但是，对了，凡事都有但是。由于它的集成化程度很高，所以在操作上的限制也就很多，对错误操作的容忍度比较低，通常就必须要搭配自动控制系统，所以价格肯定是没有优势的。另外一个比较麻烦的是虽然它很可靠，但免不了还是可能会出现故障，而一旦出现故障，维修起来就非常麻烦了，需要有极高的专业度，并可能用上很多专用的工具。所以通常航空公司遇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都是，还不如把整个发动机都换掉吧。而活塞式发动机正好相反，由于零件众多，致使发生故障的概率也就相应的增加了。同时，在工作冲程的每一个阶段气缸内的压力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加上活塞运动时不断产生的震动，都对可靠性和使用寿命不太友好。这就要求，要是你开的是活塞式发动机的飞机的话，你最好也是个机修能手。不过幸好它修起来既简单也便宜。另外，就像开手动挡的汽车一样，它对错误操作的容忍度会更高。要不要选自动控制嘛，主要就在于你愿不愿意掏这个钱了，因为它只是一个选配而已。说完了可靠性，我们再来看看价格。很显然，这个是活塞式的优势项目了，因为它的工作环境相对比较温和，对材料的要求不是那么高，而且其中很多零件甚至还是可以跨界使用的，所以整体价格自然就更实惠。涡轮式呢，相反，工作环境极端，对材料和工艺的要求都极高，零件通用性不高，都把价格推了上去。另外还记得我们刚才说到过的，涡轮式发动机还得要搭配自动控制系统一起工作才行，这无意中又帮它增加了一部分售价，所以整体来看哪怕是驱动型号相近的飞机，装着涡轮发动机的那架呢，都会远贵于装着活塞式发动机的那架。这样说起来，装涡轮式发动机的那架是不是也更高级一些呢？也不一定也要看它用在什么样的地方，也就是它们的适应性了。对于飞行高度和飞行速度没有太高要求的小型飞机来说，活塞式发动机是最好的选择。此时它具有非常优秀的燃油经济性。
哦，对了，活塞式由于工作特点的原因，在油门响应时间上会更快一些，所以一些特技表演机也会装上活塞式发动机的。那么中大型飞机肯定就是涡轮式发动机的天下了。它由于本身会压缩空气，所以可以飞上更高、空气更加稀薄的高空当中，因此遇到的空气阻力也更低，飞得也就更快了。好了，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答一开始的那个问题了，它俩为何同时存在？很简单啊，因为舞台同时存在，所以最后啊，我就祝大家在各自的舞台上尽情展现，早日喜提私人飞机。那么我们今天讲的知识就不会是另一个看似没有用的知识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弄丢一半的机翼还能再飞回来吗？这种事情在战斗机上还有可能会发生，但是换到民航客机上呢，就完全别指望了。为什么？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咱们今天呢先看2个飞回来的例子，通过它们你就能明白区别所在了。第一个例子啊，发生在1945年1月27日的2战期间，主角是一架外号空中坦克的 P-47雷霆战斗机。叫它空中坦克呢，一点也不过分啊，因为它装配了8挺 12.7毫米的机枪，能够以每秒100发的速度向对方喷出火舌。除此以外呢，它还可以挂上5英寸的火箭弹和多达1100公斤的炸弹，几乎相当于 B-17轰炸机一半的载弹量了。于是总重就来到了8吨的水平，成为2战当中最重的战斗机之一了。为了把这么个大家伙推上天空呢，他用的发动机也堪称是个怪物了。普惠 R2800双排18缸新型活塞式发动机，可以输出超过2500匹的马力，所以他的设计师卡特维利才说啊，它的确是只恐龙，但却是一只灵活的恐龙。还形如雷鸣，弓如电击，皮厚力大，弹足炮出，这样的恐龙不用它打坦克岂不很亏啊？所以当天啊，驾驶他的巴西第1战斗机中队的飞行员雷蒙德中尉呢，执行的就是打坦克的任务了。他们的目标是侵入意大利北部的德国重型坦克虎式。战斗开始啊，12架 P-47呢专注于攻击地面部队，帮他们防守空中的是另一款2战明星机种喷火。雷蒙德中尉打得很爽啊，因为 P-47本来就很擅长高速俯冲的战术嘛，再加上他呢技高人胆大，所以往往冲的就非常低，准确率相当可观啊。第一次俯冲，他用1000磅的炸弹送2辆虎式回了老家。第2次俯冲，他又用火箭弹灭了第3辆虎式。到了第3次俯冲，他发现啊，附近居然有一个坦克工厂，这不是白送给他的军功章吗？于是就冲了过去，准备用剩下的8挺机枪打出新的战绩。不过呢，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啊，因为德军的88毫米重型高炮不是摆设啊。在他第1次俯冲的时候呢 ，P-47的机翼就已经被炮火洗礼过了，受到了一些损伤，丢掉了一些重量，只不过呢还不够严重，所以雷蒙德并没有察觉出来。虽然他的确感到，飞机在拉起的时候呢，明显变得更加轻盈了，但是扔完炸弹不就该是这样吗？而等到他第2次俯冲完毕啊，受损的机翼和机身又被气流刮去了一部分，变得更轻了。所以第3次的俯冲速度已经快到要收不住了。当雷蒙德发现工厂里面有一些高耸出来的大烟囱时呢，他根本就来不及避让。于是，在750公里的时速之下呢，他的 P-47右翼几乎被完整的削去了一半。但神奇的是 ，P-47居然没有失控，而雷蒙德则猛拉了一杆，让飞机以几乎垂直的角度迅速升入了高空。按他的话来说啊，只是觉得阻力好像一下子就大了上去。为了抵抗丢失的机翼带来的升力下降和阻力上升呢，雷蒙德把发动机的油门推到了最大18缸引擎的全速轰鸣，足以抵消一个人的恐惧啊。他开始熟练的掉头，冷静的向基地飞了回去。虽然在降落的时候速度比平时快了一点，但这架掉了一半翅膀的飞机呢，居然还是稳稳的停在跑道上啊，堪称奇迹啊。不过嘛，跟我马上要讲的第2架飞机比起来，好像也就没有那么奇迹了，因为它是速度达到了2.5马赫的 F-15，而且被接去的机翼呢，几乎就连个根部都不剩了。你看这个画面就说夸不夸张吧。F-15其实是美国人在恐惧之中被逼出来的一架飞机。1950到1960年代冷战之中的苏联呢，在空中力量上还是具有足够威胁的，尤其是战斗机。可变后掠翼的米格23本身就比美国当时的主力 F-4幻影厉害了不少。当全新的米格25被推出来的时候呢，就更把美国人吓得不轻了。
五角大楼的分析师认为啊，这架拥有大翼面、双引擎的战斗机呢，完全可以轻松的碾压美国啊，尤其是1971年的3月，当以色列的雷达操作员在他的屏幕上发现了一架速度超过3.2马赫、高度超过了任何一架 F4上升极限的苏联战斗机时，这种恐惧的气氛呢到达了顶点。五角大楼于是当即做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的速度拿出一架能够与之 PK 的战斗机。它便是在短短5年之后就诞生的 F15了。装着2台带加力燃烧式的普惠 F100 PW220 涡扇发动机 ，F15能够轻松突破2.5马赫的极速，并且呢，这2台发动机实在是太强大了啊，强大到它们所提供的推力比 F15的自重和落在它身上的全部阻力加起来还要更大。我们换句话说就是啊，假如把 F15立起来，像火箭那样垂直发射，它都是可以飞起来的。升力啥的，有更好，没有那也行啊。于是正因如此呢，在1983年5月1日那天，2名以色列飞行员才能成功的将完全失去一半机翼的 F15开回了基地。连生产商麦道看了照片都直呼不可思议啊！翻译过来就是，赶紧来买我的飞机吧。事情的经过简述如下啊。当天，以色列空军第106和116飞行中队呢，正在进行一次模拟训练，2架 F15D 起飞去拦截4架扮演成想要攻击己方机场的 A4 攻击机。结果就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意外发生了，一架 A4 直接撞上了它正下方的 F15，当场闪架。而 F15呢，稍微幸运一些啊，只损失了一侧的机翼而已，没有闪架，但却立刻旋转着向下坠去了。混乱当中，2名飞行员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损失有多么严重，于是还想要极力的夺回控制权。这个时候啊，前排飞行员内迪维凭着本能做了一件完全跟手册上相悖的操作，打开了发动机的加力燃烧室。瞬间，2台普惠发动机推力从14590磅猛增到惊人的23770磅，飞机竟然慢慢停止了自旋，重新把头抬了起来。松了口气的飞行员呢，向自己的右肩往外看去，只见一堵有燃料形成的蒸汽墙挡在眼前，什么也看不到嘛，所以依然无法对损伤做出评估。好在啊，飞机还能开，他们意识到就在离这里16公里的地方呢，有一个简易的机场，或许可以迫降下去。但是着陆的前提必须要减速啊，而他们只有维持高速才能保持稳定，这简直太矛盾了嘛。幸好 F15上面的飞行电脑啊相当给力，再加上这2名飞行员的技术也不是盖的，他们居然就用比正常快了1倍的速度安全着陆了。直到离开座舱的那一刻，他们才看到自己到底完成了怎样的壮举。以上就是丢了一半机翼还顺利飞回来的例子。那么同样的情况可以复制到客机上面吗？当然是不行的了。主要呢是有2个原因啊，一个是你听完我讲完那2个故事就应该知道了，他们用的发动机都太强了嘛，推重比甚至已经大过1了。所谓大力飞砖，这不就是真实的案例吗？而客机发动机的力气再大呢，也不可能大过它本身的重量的，所以它要飞起来只能靠机翼产生的升力才行啊。这正好就把我们带到了第2个关键点，升力。你看现代战斗机的机身很扁，对不对？因为它也是要产生升力的，所以即使机翼丢了一点，也还有机身的升力在那儿挺着，不至于呼的一下就掉下去了。但客机能把机身做扁吗？抱歉啊，为了保证舱内的通透性和舒适性是万万不可的，于是就当不了升力体，也就无法提供升力了。一旦唯一指望的机翼都没了，那还有啥希望呢？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如果固定飞机的发动机在空中突遇故障，它还有可能在老司机的熟练操作下通过滑翔，并利用谨慎一点的舵效安全的迫降。那么，要是换成一架直升机，结果会怎么样呢？会不会像是一块石头那样直接就掉了下来？坠机啦！坠机啦！有没有救？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问题。答案是不会。接下来我要讲到的内容会比较硬核，所以可以先点赞、关注、转发之后呢，调整好状态，我们再开始。让直升机在失去动力后依然能够平稳降落的关键是保持旋翼继续不停的稳定旋转，因为只要它在旋转，不论大小总能产生一定的升力，就像是固定翼飞机滑翔时机翼产生的升力虽然不大，但仍然能够让它安全降落一样，直升机的旋翼在这个时候呢也起着相同的作用。但问题是发动机都已经宕机了，哪来的动力让它继续保持旋转呢？有办法，那就是拿直升机的重力势能来换旋翼的动能。怎么做呢？
两样东西很关键：离合器和可调桨距。当直升机的发动机运行正常时呢，它提供的动力会驱动旋翼旋转来推动空气，产生直升机所需要的升力以及推力。你可以把这个时候的它呢，简单的想象成一台电风扇，正在向空中吹气。而当直升机的发动机突然失灵的时候，这台风扇失去了动力，于是停止了向空中吹气，直升机的高度呢也因此开始下降。风扇吹气变为气吹风扇了，它还能继续旋转吗？会的，前提是断开桨叶同发动机之间的连接，让它能够像风车那样自由地转动。这就是通过离合器来实现的。实际上，当直升机的旋翼比发动机转得更快时，离合器就会自动断开两者之间的连接。因为通常这样的情况发生，都意味着发动机出现故障了。为了保证旋翼在发动机出现故障之后进入自由旋转的状态，一种单向飞轮离合器被用在了直升机上。它的原理其实相当简单，在你蹬自行车的时候就已经感受过它的美妙了。你看，你往前蹬时，脚带着轮子一起往前转。你不想蹬时，对自行车来说不就是发动机宕机了吗？那就离脚停了，但轮子还能继续往前转。这个简直跟直升机上的离合器是一模一样在工作的。好了，但接下来又有一个新问题。当初它朝一个方向旋转时可以把风吹出去，而现在改成风吹回来了，不得把它吹来向着与原先相反的方向旋转吗？这样一来，旋翼自然会被迫停下来，前面说好的保持旋翼稳定的旋转的关键不就被破坏了吗？怎么办呢？幸好直升机的旋翼角度是可以调的，专业点叫做可以调整的桨距，就像这样上下翻来翻去的。通过将原本向下的正桨距转来向上变为负桨距，就可以使直升机的旋翼在从有动力的风扇模式转变为无动力的风车模式时，始终保持一致的转向。大 bug 停车就被避免了。所以，只要飞行员在失去动力的一瞬间，马上把旋翼朝副桨方向拉，并让直升机开始立即下降，旋翼就会跟啥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似的，继续呼啦啦的朝着相同的方向旋转。然后，这就算是自救成功了吗？还不够啊！你想，当初旋翼之所以能够稳定的旋转，是因为它有发动机为它提供稳定的输出，而这个时候，这个唯一的常量已经不存在了。旋翼的转速受到了太多因素的影响，空气密度、直升机的空速、直升机的下降速度、风速等等，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你既要让它自由，又要让它稳定，不是很矛盾的事情吗？因为稳定就意味着可控，那如何让它可控呢？秘诀还是控制旋翼的桨距。我们都知道，旋翼翼间的线速度呢是远快于翼根的线速度的，因为在同一段时间里面，它们虽然转过了相同的角度，但由于半径不同，所以转过的圆弧长度是不一样的，那个就叫做线速度了。我们同时还知道，阻力是速度的函数，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速度越快，阻力也就越大。于是它们结合起来，就会对自由旋转的旋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说起来很奇怪啊，它们的影响就是把这个时候的旋翼变得既不完全是风车，也不完全是风扇，而是这两者的结合体。具体来讲，此时的旋翼呢，实际上是被划分成了3个部分。靠近翼间的大约占了旋翼30%的区域，叫做螺旋桨区域，它起到了相当于是风扇的作用，所以会与空气之间产生很大的阻力，拖慢旋翼的转速。往里面走的下一个区域叫做驱动区域，大约占了旋翼长度的45%左右。听名字就知道，这里才是产生旋翼自由旋转起来所需要的力的地方了。该区域所产生的总的气动力是稍稍前倾于旋翼的旋转轴的，所以能够持续的对旋翼进行加速，就相当于是一个风车。再往里走呢，剩下的这个大约25%的区域叫做失速区域。由于这部分的旋翼始终是在其最大的迎角，又叫做失速角以上运行，所以产生的阻力很大，同样也起着拖慢旋翼的作用。所以你看，螺旋桨区域和失速区域在让旋翼减速，驱动区域在让旋翼加速。如果始终保持前两者与后者之间的力道平衡的话，旋翼的转速不就能一直稳定了吗？是的，关键的来了。由于这3个区域之间的大小比例同时受到了直升机的下降速度、旋翼的转速和旋翼的桨距的影响，所以老司机只要根据这3者的关系，实时的对桨距做出调整，就能够维持住它们之间的平衡，让旋翼从失去发动机的动力开始，一直到安全降落前，在转速上都没有太大的起伏。重力势能就这样一路平滑地转变成了旋翼的动能，从而没有造成灾难性的破坏。这个听起来好像也太难了吧？但实际上呢，是每一个直升机飞行员的必修课，它叫做熄火迫降。要是你航模玩得好的话，也是可以达到这个境界的。好了，最后可能有朋友要问，
如果发动机宕机了，意味着尾桨也失去动力了，那直升机有可能会在主旋翼产生的转举重下自转起来，然后失去平衡，一头栽下来吗？也不会哦，因为在旋翼自由旋转时，尾桨的转子是跟主桨的转子连在一起的，所以航向控制其实是和正常飞行时没有两样的，直升机不会自转。好了，尽管今天要说的这件事用一句话就可以总结完，但为了让大家详细的了解其中的究竟，我还是啰嗦了好几分钟。既然你都已经看到这儿了，不3连支持一下，实在说不过去啊！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